2000年3月10日 ，NASDAQ 收在5049点，那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天。在那一天，一只叫 Pets.com 的公司市值将近3亿美元，它的业务是在网络上卖狗狗的食品。它每卖出1块钱的商品就亏超过1块钱。它成立不满3年，累积亏的金额以亿计，但它的股票是当时最热门的标的之一，因为据说网际网路改变了所有的规则。这集是财富与人性系列的第4集，我们从1720、1929、1998，现在终于走到了很多台湾人或父母那个年代亲身经历过的时期。这一集的心理机制叫做故事的力量。当一个故事够有说服力，当足够多的人相信一个新时代真的来了，这个故事本身可以让市场脱离所有传统估值逻辑，漂浮在空中。这一集我要带你看 NASDAQ 在5年内涨了4倍的背后，到底是什么在支撑？还有一个错误的故事是怎么在瓦解前把所有人困在里面的。首先我要说一件重要的事，网际网路确实改变了一切，这不是错的。Amazon 今天是全球最大电商和云端平台， Google 重新定义了资讯获取， email、即时通讯、网络购物，这些东西确实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。1990年代的投资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技术革命，他们没有骗人，他们看见的那个未来真的到来了。问题是他们对时间表和估值的判断完全失控了。他们看见了网络会改变一切，然后他们说，所以现在这些公司应该值现在的100倍、1000倍。这两件事没有必然的逻辑连结，你可以对技术的方向完全正确，却对当下的估值完全错误。1999年的 Silicon Valley 有一套独特的逻辑，传统的公司要先赚钱才算成功，但网络公司的逻辑是先抢用户，再想赚钱的事。用户是护城河，速度是竞争力。如果你不够快，另一家会先占领市场，你就永远输了。在这套逻辑下，每个月亏多少钱，俗称 burn rate 烧钱率，反而变成了一个荣耀的指标。烧得多代表你在冲大规模。1999年，美国有457家公司 IPO， 其中有大量从来没有赚过1块钱的公司，而且他们的股票 IPO 当天平均涨了超过 70%。投资人争先恐后的抢购网络概念股，不是因为这些公司今天有多少利润，而是因为他们相信未来的某一天，这些公司会统治世界。只要这次不一样的故事还成立，估值就没有天花板。Pets.com 是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代表。2000年2月11日，它以每股11美元上市，市值将近3亿美元。它有 Amazon 背书， Amazon 是它的早期投资人。它有一只卡通玩具狗吉祥物，做了超级杯广告，那是最贵的广告版位。但它的商业模式有一个根本的问题，卖宠物食品，你的客户不够密集，运费会把你的利润吃光，每卖出1美元，它亏得超过1美元。然后2000年3月 NASDAQ 开始暴跌，资金开始撤出所有没有盈利的公司，没有了投资者的书写， Pets.com 的烧钱模式无法维持。2000年11月7日 IPO 后的第268天， Pets.com 宣布清算，股票跌至 0.19 美元。268天从上市到关闭，这个数字后来成了泡沫时代最有名的据点之一。Pets.com 不是孤立，整个体制都在说买进。有一个叫 Henry Blodgett 的明星分析师，当时是 Merrill Lynch 的顶尖网络股分析师。他在1998年底预测 Amazon 股价会在1年内从240美元涨到400美元。1个月内 Amazon 达到了那个目标，他立刻成名。在那个年代，分析师几乎清一色给买进或强力买进平等。后来主管机关的调查显示， Blodgett 在公开报告里说买进的股票，他在私下 email 里描述他们是垃圾和狗屎。他后来被 SEC 周身禁止执业，罚款400万美元。但问题不止在他一个人，当整个市场的报酬都来自帮客户做网络股 IPO 时，说卖出不只是没有人想听，而是砸掉你自己的饭碗。故事有时候不是因为人们相信它，而是因为说出它让所有人得到好处。2000年3月10日
，NASDAQ 收盘5049点，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事件，没有震惊市场的消息，只是市场悄悄地到了顶点。后来人们回头看，发现有一些讯号，大量 IPO 的公司开始发现融资变得困难，一些机构投资人默默开始调低网络股的配置比例，投资银行内部的研究备忘录开始出现质疑声音，但在市场外的普通投资人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变化。2000年4月，距离顶点1个月后， NASDAQ 已经跌了 34%， 到2002年10月的最低点， NASDAQ 跌去了 78%。 整整15年后，2015年 NASDAQ 才重新突破5000点。那些在2000年3月以为这次不一样，我要长期持有的人，如果他们真的持有了15年才回到原点。网络泡沫教我们理解了一种在金融市场非常强大的机制——故事自我强化的循环。一个好故事吸引资金进入，资金进入让估值上升，估值上升成为故事是真的的证明，更多人相信，更多资金进入，这个循环可以持续很久，只要新的买家还在进入。它的终点不是因为故事变成假的，很多时候那个故事其实是真的，只是时间估算错了。它的终点是当新的买家耗尽，当所有愿意相信这个故事的人都已经进场了，再也没有新的资金推动上涨，这是每一个故事泡沫的终点。网络确实改变了世界，但2000年的 NASDAQ 不可能撑住那个估值，因为那些将来要赚的钱根本还没有被赚出来。这次不一样，这4个字在每一个时代的泡沫里都会出现。1720年有人说南海公司有皇家特许，这次不一样。1929年有人说现代工业革命带来了永久繁荣，这次不一样。1998年有人说数学公式可以消除风险，这次不一样。2000年有人说网络改变了所有商业模式的规则，这次不一样。有趣的是，每一个这次不一样，背后往往有一个真实的改变。南海公司确实有皇家特许，工业革命确实带来了生产力提升， Black-Scholes 确实是有效的数学工具，网络确实改变了商业模式。问题不是那个改变是假的，问题是真实的改变不代表任何估值都合理。这是泡沫最难看穿的地方，它不是一个假话，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被过分延伸了。而最聪明的人，往往是最容易被真实的故事说服的人，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智力，把一个合理的前提推导到不合理的结论。EP1 的 Newton 看到了南海公司的特许状， EP3 的 Merton、Scholes 看到了 Black-Scholes 的数学威力。2000年的华尔街最顶尖的分析师看到的是网络真的会改变一切，他们都没有骗人，他们只是没有对自己诚实。即使这个改变是真的，它能不能撑起这个价格？下一集我们要遇见泡沫系列里第一个有名字的反派，但这个反派的故事最后召见的仍然是我们自己。Pets.com 的玩具狗吉祥物现在在古董市场能卖到几千美元，讽刺的是那个吉祥物比公司存活得更长。网络泡沫结束了，但它教给我们的那个问题，我相信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是真的，还是因为我不想错过？这个问题每一个时代都值得重新问一次。订阅财经无界，把财富与人性系列看完。下一集我们要走进一个更黑暗的故事，当泡沫不是意外，而是设计出来的。